大家好，眼前这是几个月前呢，菜的种类不足时种植蒜黄的位置啊。在入冬后呢，由于可以种植的菜种类变多了，采收了几次后呢，就将网子掀开了。本来想让蒜黄重新接受日照，再反转回蒜青了，过程就出现 Goffy 爽躺菜床的意外了。而小黑躺睡的左侧是软梗蒜青啊，右侧则是硬梗蒜头啊。这在气温比较凉爽时呢，不同种法对于生长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啊。本来预期过完农历年后呢，天气应该很快会转热哈，只是最近的天气呢，却是忽冷忽热啦，让人很难捉摸。硬梗蒜青在没有覆盖稻草的情形下呢，水分流失的比较快，时常浇水的结果呢，也导致两边的土壤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啊。现在这蒜头的位置，除了事先在地底有埋下中药渣哈，上层还利用了稻草进行覆盖啊，土壤也就可以维持微湿的状态啊。为了继续观察蒜黄、蒜青转换的过程呢，也为了保持土壤的湿度哈，毕竟这个位置又比下方的菜地高很多啦，不想天气转热后呢，还得时常浇水啊，就让中药渣进场遮阳保湿了。关于中药渣呢，早期后院的影片呢，比较常直接掩埋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啊。掩埋后呢，直接种植也不会有问题啊。这不知是否跟熬煮过杀菌有关呢？而现在摆在这里的目的呢，除了观察变化之外呢，也是顺道晒干哈，这样施作起来会比较方便啊。而让晒干的药渣铺设在菜床上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要补上稻梗的效果哈。除了拉长保持土壤的湿度呢，可减少浇水的频率外呢，在减少长草的表现上更是明显啊。虽然说现在天气忽冷忽热哈，但很可能天气一下就转变成很热的状况啊。这也是为何最近趁天气还没有转热前呢，把重点摆在修整设施的原因啊。不然天气很冷不想动哈，天气很热又懒得动啊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算是很好的时机啊。而铺设药渣的另外一个好处是，还可以对土壤提供降温啊，这也算是引动地底下蚯蚓的一个方法了。这光从松土的过程呢，看到土壤出现板结的现象哈，就可以知道蚯蚓很少在此活动了。这对于采用不施肥的种法呢，必须做个调整，拉回正向循环哈。而这菜床左侧位置是青葱啊，不是蒜青啊。青葱可以随时采收后又立即补上哈。补上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顺道翻松一下土壤。在铺设药渣的过程，如果只是一开始基础的培养，就可以不用先行晒干，可以采用掩埋的方式啊，覆盖上约10公分深的土壤哈，不用担心发酵产生高温，可以直接进行撒种了。若是要移植作物呢，建议是3天后才进行移植啦，可以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哈。这早期的影片呢，已经有做过实验了，不再赘述啊。现在晒干才进行铺设的原因呢，主要是不想铺设完成后呢，手会湿湿黏黏的，不然戴上手套直接进行铺设药渣也不成问题呀。铺设的厚度呢，只要将表土覆盖掉就可以了。毕竟主要目的是要降低土表温度与避免长草哈。由于这是种植蒜青啊，蒜青生长时呢，底茎是外露在土表上啊，只要别把它的底茎覆盖过深就好了。而药渣要形成土壤的有机质呢，跟蒜青种植的直接影响比较小啊。但是引动蚯蚓活动呢，
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就会比较大哈。铺设完成后呢，就可以立即进行浇水了。这也是平时蒜头浇水量啊，一勺水直接浇一排哈。这到蒜头生长后期呢，为了让蒜头可以长得更为扎实啊，浇水的量呢就要减少啊，这样可以增加蒜头的硬度啊。而这药渣的味道呢，不止很会吸引蚯蚓，连鸟也都会跑来上方活动啊。整个修整动作完成之后呢，是不是立马见效？完全看不到板结的土壤了。接下来继续把这条走道也用杂草抑制席进行覆盖，这是梅雨季节前的重要工作哈。今年提早上工呢，多做了杂草防范的工作了。预计将走道全部铺上杂草抑制席，目前已经接近收尾的阶段了。日后单纯整理与美化菜床就省事多了。在铺设抑制席的时候呢，有个小问题跟解决办法了。因为走道走向并不相同哈，时常会有交叉路口了。在这十字路口的位置呢，会出现影响行走的小问题外呢，遇到强风时还会是个进风口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只要把生活经验拿出来哈，依照贴酸痛药布的做法呢，在需要活动的位置将酸痛药布剪开啊，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受地形地物限制了。而这在缺口的位置呢，建议多做一次固定哈，效果会更好。顺道就分享一下哈，另外3条走道的小防止长草成果啦。因为冬天的作物还一堆等着收成啊，等再次将幼苗移植进来时呢，再顺道将菜床做一次修整。最后来看一下不同种植方法的蒜头进度啦。拍摄影片前呢，原本想将不同种法分开拍摄，不过蒜头种植后呢，只有除草跟浇水的工作哈，完全不知道要拍什么了。这区是挖洞堆叠杂草，烧成草木灰后呢，盖上土进行种植啊。据我婶婶说，长得非常漂亮啊。另外这区呢，则是仿照提高有机质的种法哈，在地底下埋下中药渣，就直接进行种植啊。提高有机质，据说蒜头可以长得比较大之外呢，味道也会比较浓烈跟呛辣了。目前两者看来呢，生长状况实在很难比较哈。个人在想，日后就算味道比较浓烈跟呛辣呢，也很难拍出效果吧。谢谢收看。